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手有穷苦文，三代才能发。虽然每个人活着都在创造劳动力，但有的人的劳动力就是赚不了几个钱。倒不是说他们慵懒，而且命里没有什么财运，就算再拼命也还是有些穷困潦倒。也有些人光有赚钱手，却没有存钱斗，一生财来财去留不住，到最后也是两袖清风。那从手相学角度分析，哪些手相特征的人一生穷困无福呢？一、手掌细瘦，没有弹性。有的人是穷一阵子，有的人则是穷一辈子。一个人如果手掌长得又细又瘦，肌肉又没有弹性，硬邦邦的，那这个人天生没有福气，赚不到钱，存不住钱。这种人一般都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，父母关爱少，学业未完成就辍学外出打工，小年纪就要赚钱养家，属于劳碌型的人，没有什么存款，好不容易存点钱，还会被家中的事情而花掉，最后又囊中羞涩，经常为金钱犯愁，是穷困之人的一种手相。二、无名指太短，手指修长代表运势好，相反手指短小，特别是无名指短，则代表运势坏。无名指代表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运势吉凶，也反映家境好坏。如果一个人的无名指很长，而且肤色红润，说明此人家境殷实。如果一个人无名指很短，说明此人早年运势不佳，家庭条件差，求财之路十分坎坷，财运不顺，一生注定穷困潦倒。三、手指有缝隙。手指有缝隙，漏财严重，是一辈子受穷的手相之一。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，自尊心很强，个性倔强，宁可自己吃苦，也放不下面子去求人，是清高自傲的人。较之面子而言，金钱和物质并不是很看重。如果遇到让自己不满意或者认为不公平的事情，他不会轻易去妥协，不会委曲求全。所以这种性格犟、不懂变通的性格，对事业的发展会有一定的阻碍。两袖清风，发不了大财，是属于穷人之手相。四、手有漏财纹。所谓的漏财纹，指的是位于食指和中指指缝连接处的竖纹。掌有漏财纹，那手掌自然也就是漏财手了。这种手相的人一般没有什么理财观念，对于金钱的管控能力非常差，对金钱也没有什么概念，有钱就花，没有钱就借，整天想的不是怎么挣钱，而是怎样去花钱，而且花钱如流水，想要存钱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没有钱存。五、手指修长。从相学的角度来分析，如果一个人的手指长得较为修长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很有艺术方面的天赋，很有才华，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往往能够在某一方面获得成功，为自己迎来金钱和名望。这种人对于名声和权力的追求欲要大于金钱，而且注重自身能力的提高和生活品质。金钱并不是他们特别看重的东西，为人良好的名声和生活发现方面从来不会考虑太多，甚至为了达到目标更是不惜成本。不过这种人的挣钱能力也比较强。六、食指向外歪斜。如果一个人的食指长得圆满而直溜，并且与中指紧靠的话，这种人一般生活态度积极向上，做事踏实诚恳，守财能力超强，一生无忧。若是食指长得向外歪斜的话，此为漏财之兆。而无名指如果也是这样的话，那给食指是一样的，都属于一种漏财比较严重的手相。这种人破财较多，日子注定会过得比较清苦。七、锁链状出现在掌纹上。锁链纹不管出现在何种纹路上，都是不好的寓意。锁链纹越大，意味着负面意义更加严重。如果锁链纹出现在感情线上，则意味着复杂的感情、悲伤的生活和不幸的命运。如果锁链纹出现在生命线上，往往代表着个人健康的一大问题，这个人也容易遭遇灾难。
如果锁链纹出现在智慧线上，就意味着这个人做事迟疑、懦弱，难以取得巨大的成功，最终也容易失去财富。8. 智慧线断开。智慧线属于手上的3条主线之一，若是智慧线从中间的位置明显断开，则这样的人思维比较混乱，做事也没啥主见，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是浑浑噩噩，造成事业上一事无成。而且这样的人人缘也会处理得非常的差，不懂如何与身边的人交流，造成事业发展不顺利，甚至还会给自己的事业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，钱财运势也难以兴旺。9. 事业线断开。事业线是指从手掌根部的位置向上延伸的纹路，直接通向中指的位置。若是事业线明显的中断，或是事业线的位置有杂纹或者是乱纹，则注定这样的人工作收入也会非常的不稳定，事业方面也会拥有不少的变化，在事业上很难会有好的发展，日后自然也不会有啥前途，极其容易遭到小人的陷害或者是捣乱，导致事业失败，很难能够走到头。10. 生命线弯曲。生命线也是人手掌中的3大主线之一，它不仅代表着一个人寿命的长短、健康状态、有无病难以及突发状况，同时也能够预测一个人的事业运势和感情生活。若是一个人的生命线长得过于弯曲，则说明他们的运势发展会非常的不稳定，自己的前途发展也不会是特别的好，而且大多数的情况下身体也会有劳疾，常常会造成事业有头无尾，不会有啥前途。11. 烦恼线。所谓的烦恼线就是长在大鱼际的位置的细纹与乱纹，若是此纹长得过短，没有超过生命线，则这样的人注定一辈子都会过得艰辛辛苦，需要为生计发愁，家里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比较多，一日3餐都没有保证。若是此处长得过于长而穿过生命线的位置，则说明他们的事业上遇到的苦难与挫折比较多，常常容易出现各种困难，常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12. 理财纹很浅。手相中的理财纹与财运息息相关，理财纹清晰的人理财能力很强，懂得积累财富，懂得怎么让钱生钱，而且理财纹很浅或者是没有理财纹的人则没有什么理财观念，也是穷人手相的标志之一。13. 财运线弯曲。如果说理财纹间接影响着财运，那么财运线就可能直接影响财运了。想知道自己是贫穷还是富有，财运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若财运线深长清晰，那么恭喜你可以成为一个有钱的人，但如果你的财运线弯曲很浅，那么你这一生都只能是个穷人哦。14. 小人纹纵横。食指根部位置代表物质和财富，食指根部有向上的斜线叫做小人纹，往往代表个人财运受阻，容易遭遇挫折。如果有很多小人纹，那就意味着被小人缠住了，个人财富也随之流失。15. 食指过短或者过长。食指较短的人没有上进心，缺乏责任感，平常的生活得过且过，难有雄心壮志。而食指过长的人好胜心太强，能赚钱，但是喜欢摆出财大气粗的样子，留不住金钱。这两种极端都不利于事业的发展，而且命中难聚财。如果是会具有以上这些手相特征的话，那么这个人一生都会过得比较的艰难。因此想要过上好的生活，就必须付出勤奋和努力，用心培养良好的生活技能，再有一颗甘于吃苦的心，假以时日，生活定会有很大的改观。好了，讲手中有一线，财显富贵线，一线指什么线？可信吗？相术作为一种特殊传统文化，已经有着数千年历史了。老祖宗把一些相术以俗语的形式传播开来，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大家知道俗语是老祖宗生活经验的总结，又经过了数代人的传承，才流传了下来。
这些俗语在过去对人们的生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俗语不仅浅显易懂，而且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。俗话说，手中有一线，才显富贵线。这一线指的是什么线呢？老祖宗的流传下来的相人术到底准不准呢？一线指的是人手掌上的一道掌纹。命理手相学认为，人的手掌纹路中包含三大主线，分别是天纹、地纹、人纹三线。一人纹线，它有一个众人皆知的西方名字，叫做智慧线。它位于手掌中央，起于食指第三指关节腔的边缘，向小鱼际呈抛物线延伸，伸向中指、无名指或小指下方。二天纹线也有一个众人皆知的西方名字，叫做感情线，又称爱情线。人纹线起于手掌的尾指基部的侧面，横伸向食指下方的木星丘部与中指下方的土星丘之间，以稍微呈弧线形、抛物状的向前延伸，最为标准。其线末端在中指下方或食指下方。三地纹线，它的众人皆知的名字叫做生命线。地纹线起于食指指根线与拇指根线中点。阴阳学中，地纹线还是震位和巽位的分界线。地纹线包绕了整个大鱼际，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向腕横纹处。当手掌纹路中没有地纹，也就是没有感情线时，人纹从手掌的一端延伸至另一端，宛如一道伤疤，把手掌分为上下两段。手相学家把这种掌纹称作断掌纹。其实感情线并不是没有，而是和智慧线重合了。如果没有重合，则称为假断掌。手中有一线中说的一线，便是指断掌纹。古人认为，拥有断掌的人热情又冷淡，善于与人交往，而且主观意识较强，有自己的主见，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突出，爱恨分明且有责任感，对目标比较执着。这样的人可以做成大事。不过，断掌纹对男女又有不同的解释。如果男子拥有断掌纹，则被认为是创造财富的能力强，有上进心、责任心，不达目的不罢休。如果女子拥有断掌纹，则代表命硬、独立性强，性格倔强。俗话说，男儿断掌千斤两，女子断掌过房养，说的便是这个意思。手掌是人身体最活跃的部分，一些生活习惯或者职业习惯都能通过手掌反映出来。比如，农民由于长期从事高难度的劳动，手上的指纹已经磨平，并且长出了厚厚的茧子，所以掌纹比较模糊。白领手掌的指纹比较清晰，纹路较深。钢琴家手掌的掌纹比较混乱，这和后天职业习惯有关。手掌的纹路不仅受先天因素的影响，也受后天环境的影响，所以单凭掌纹来判断一个人的未来，并没有科学依据。相反，迷信思想的成分反而更大一些。老祖宗的相人术也是流传了数千年的文化，在过去那个科学文化水平有限的年代，难免会产生一些迷信的思想。比如一斗穷、二斗富、三斗四斗卖豆腐，男子断掌做相公，女子断掌守空房等等。这些迷信的相人术虽然流传至今，但是他们只能被当作茶余饭后的娱乐谈资了。俗语作为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财富，我们不能一概而论，而是认真分析和总结，把其中的优良传统文化传承下去，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加美好。第二，女人手掌通天纹命好吗？手纹会影响我们的人生道路迈向，夫子眼和通天纹全是掌纹的一种。在其中，夫子眼指的是拇指的手纹，通天纹则是以月秋道中拇指的曲线图纹。女性手掌心上出现夫子眼和通天纹意味着啥意思？带住疑惑一起来看看手相算命怎么讲。一、通天纹掌纹。说到通天纹，常有那么一个见解，
手里有通天纹的人能够封界。实际上，通天纹又叫穿前线，是手印起来通道中拇指的一花纹。有这样纹的人，一生不急需用钱。一般有通天纹的人，两手都是有，其八字必是天乙贵人星，还会继续给他人产生好运气、财气。具备通天纹的人，许多是非富即贵的优秀人才，许多成功者常有通天纹。通天纹大部分是先天性就会有的，后天性产生的非常少见。听说先天性就会有通天纹的人，尤其是两手常有通天纹的人，由于上辈子的福报、公益慈善，铸就了此生的荣华富贵和好运气，另外也会伴随着时间，福寿才慢慢提升。这类人发展前途无量，终生财富许多，工作方面大有可为，一辈子钱财持续，年龄越大就越颇具。左手和右手的通天纹各自含有不一样的实际意义。二、夫子眼掌纹。从古到今一直有夫子眼者，必然是文曲星下凡，再不济的也是能舞文弄墨、文采出众的佳人才子的叫法。一些平常人也可根据后天性的勤奋，越来越很聪慧。这样的人，即便右手没有夫子眼，在意味着后天性的左手上也是夫子眼。此外，夫子眼显著、详细的人，体质好，幼时家世富有，成年人后能有一番工作。夫子眼的纹理浓淡不一且有中断的人，判断能力与自控能力基础薄弱。夫子眼的纹理参差不齐或破裂的人，健康状况较差，且易衰老，年轻时便需好好的维护保养。在手相学上，夫子眼和通天纹全是好意头的手纹，日常生活是非常少见的。假如一个人另外有两种手纹，必然是大富大贵的八字命局。第三，女人左手纹代表什么？看手纹的两大定律，左右手的在手相里代表意义为左先天，右后天。所谓左手先天，右手后天，比较白话的就是说，右手的影响比重较高，左手影响力较小。智能线质又称脑纹，是长相中最重要的一纹。中国手相中此纹代表自己，又称人纹。起点与生命线同，向小指方向走，至无名指与小指指缝间停。太短不够聪明，太长则精明过度，亦不好。女人左手手掌纹解析：女人左手手掌纹分为十字纹、星纹、岛纹。其中手掌上两条短短的纹路交叉而成的，其吉凶意义根据所在的手掌部位而有所不同。因此左手断掌是个好手相，这是相对于女人来说。财运纹，财运纹讲的就是财运，这条线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拥有的。财运线一般位于无名指下方直接向上生长的竖线纹路。如果你的手上有这条线，代表着你具有经商致富的能力。智慧线长度适中，往往预示着此人有很好的进取心。而如果有多条支线，则说明能力强，待在家的可能性不太大。如果智慧线尾部上翘，那说明很懂得把握机会，有很强的金钱欲望。女人左手手相图解看手相，一般女人在30岁以前以右手为主，在30岁以后则为左手为主。另外，在结婚后如果看左手，则反映的是丈夫的运气。据了解，一般在监狱中的女子，她们的牢狱纹均显示在左手。经历长时间的总结凝练，已经非常成熟了。左手代表老公运势看手相，一般女人在30岁以前以右手为主，在30岁以后则为左手为主。另外，在结婚后如果看左手，则反映的是丈夫的运气。婚后丈夫的运气也能在女人左手中有所体现。第四，女人左手手相代表啥？左手感情线代表自己，原因是男性主要受父亲的遗传，所以以左手为主导。
而女性则受母亲的遗传，所以右手代表女性。这是因为传统认为左方代表父亲和男性，而右方代表女性和母亲。其实这是不确切的论点。女人左手手相各种解析看手相，一般女人在30岁以前以右手为主，在30岁以后则为左手为主。另外，在结婚后如果看左手，则反映的是丈夫的运气。一个人的手的线条可以显示一个人的许多特征和财富，在民间一直有男左女右这样的说法，而又有一句话说，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。我们可以通过手掌上的纹路，比如线条的形状、长短、粗细等等来进行判断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。讲讲手相2024年有机会发横财的几大手相特征。对于横财来说，我们都是比较喜欢的，也唯有横财才能让我们显得更为富贵一些。因此很多人都在考虑自己是不是能够拥有横财。那么在面相学中，什么手相人容易发横财？下面就跟着小酱汁一起来看看吧。1. 木型手相，土星丘发达，饱满，隆起，天生有横财命，容易中彩票。一般手型又长又瘦，比如说的纤纤玉手，都是木型的手相。一般来说，木型的手上面比较容易见到青筋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位于你手相中的中指根部的那个位置，即相学上说的土星丘饱满、发达，明显比其他部位有肉时，说明你符合这个条件。那么，你平时可以多买彩票，比一般人中彩票的机会要大，天生有横财命。2. 水型手相，火星丘多肉，饱满，凸起，也是容易的横财的命。什么样的手属于水型呢？简单来说，手指偏短，整个手型偏圆，手背圆带后，手掌多肉，都是水型手的特点。这种手相，只要火星丘发达，一般财运都比一般人要好，要大，偏财多，横财多。而火星丘有2个位置，一个位于生命线起始位置与拇指根部夹着的那个地方，即我们常说的大概虎口那里，便是其中一个火星丘，另外一个火星丘位于水星丘和月丘之间。因此，水型的手相比一般人更容易得横财，更容易中彩票，因为同时有2个火星丘。3. 火型手相，金星丘异常多肉，肥厚，凸起，甚至突出一块肉，一般被视为财富巨大的标志。这个位置如果厚，对于火型手相的朋友来说，更容易得横财，是有横财命的意思，并且往往还会住上大房子、别墅或多实业或物业。一般手掌偏瘦，手指尖长，看起来干枯，指节突出，或是指尖不规则等，都是火型手相的标志。只要金星丘发达，都是有横财命的象征。而金星丘位于大拇指根部处。4. 金型手相，木星丘长得结实，多肉，隆起，占据了整个食指根部，那么就是有横财的手相。其实金型的手相比较容易判断，一般手型偏方，肉偏结实，不论是背还是手心，按下去都是硬硬的，一般就是金型的手相。而且金型的手相，手指顶端都比较平，而木星丘的位置便是食指根部那个地方。5. 土型手相，水星丘发达，饱满，凸起，也是有横财的命。相对于上面这4种手相，土型的手相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。其实土型手相就是木型与金型的手重叠在一起，因此那种手型偏长但又带方，另外整个手掌偏厚重结实的，就是土型的手。一般手长的又大又长又厚，基本上可以说是土型的手相。而水星丘位于小指根部处。6. 手中拥有不动产线，这是位于事业线和太阳线中间的一条短小横线，拥有这种线纹的人并不多，
而且好的不动产线应该是同时和太阳线以及事业线相连接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即这条线纹才能够体现出命主在生活中有着出色的偏财运。这类人能够从父母、长辈那里获得财富，或者是不动产，也就是房屋、房产，从而不用为了未来的生活而拼搏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这种线纹意味着其人出身富贵，天生就有横财。7. 手中智慧线上存在分叉，拥有这种特殊的智慧线，意味着其人的性格非常理性，有着极为理智的思维，从来不会在工作中做出一些成功率较低的选择。而在理财方面，其人有着非常敏锐的嗅觉，他们总是能够发现最好的赚钱机会，并且这类人在理财过程中不会犯下错误，从而使得自己总是能够获得收入而不会损失金钱，往往一次投资就能够赚得巨额财富，所以说是天生能够获得横财的首项特征。8. 手上有赌运纹，赌运纹是位于无名指上的第1节指腹上的直纹，有可能是一条，也有可能是几条。如果手上有纹，意味着横财运旺盛，运气非常好。有这种手相特点的人，只要是参与带有赌的事情，一般都是赢多赔少，好运常伴。不过凡事过犹不及，也要学会适可而止，不可太过沉迷其中，否则得不偿失。9. 手颈线清晰有星纹，看一个人的横财运好不好，还可以观察其手颈线，也就是手腕上的纹路。一般人的手腕线有3条，如果一个人的手腕线上出现了一条星纹，并且第1、2条纹路清晰明朗，那么表示这样的人横财运很好，必获其财或是意外之钱，甚至可以一夜暴富，这是常见的横财纹手相之一。10. 理财纹多又长，理财纹主要位于我们小指和无名指之间下方的位置，通常是斜纹。此部位的纹路与一个人的财富相关，也关系着一个人的横财运。从这个纹路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横财运情况。依据手相学的说法，若是一个人的财富线很多且深长，这样手相的人横财运也会很好，没什么大困难。11. 头脑纹，头脑纹的支线其末尖端指向小指下或达到根部，即水星丘，表示会受水星丘掌管天赋之影响，不管在实业或其他方面都能赚大钱，即使受薪阶级也能在薪水以外有收入，可说头脑灵活，很会把握机会赚钱的人。12. 五指长短有序，中指稍长。从手相学来看，五指代表一个人的父母、成就、配偶和子女。五指修长、长短有序、间隙合宜的人，各方面各有所得，福泽绵长。有此手相的人天资聪颖，少时能得家人庇佑，衣食丰足。青年夫妻恩爱，子女缘深厚，一生运势平稳。其中中指稍长的人，说明此人善于计算，做事情缜密有条理，能挣钱理财，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力，对自己的要求严格，也很容易大富大贵。13. 食指有3约纹，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，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，叫做3约纹。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财，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。如果是女性的话，有很大的机会嫁入富贵人家，受夫家福荫，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，衣食丰足。男性的话，也能娶得有钱娇妻。总而言之，是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。14. 太阳丘丰满高隆，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、才能与声名等。如果手掌中太阳丘丰满高隆，颜色明润，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、理财能力，在青年时期就能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。另外，有这种手相的人，
大多性情温厚，正派乐观，个性明朗，有较高的素养，通常有很好的人缘，晚年能赢得比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，衣食丰足，家庭幸福美满，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。15. 木星丘饱满。木星丘位于食指下方，代表人的意志、欲望、地位和权力等，主要反映一个人的信心与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，同时还反映一个人的进取精神与好胜心的强弱。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，大多热衷名利，自负骄傲，充满雄心斗志，对权力和财富有强烈的欲望，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，在财富地位上取得出色的成就，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。若为女性，也会是女强人的性格。16. 手掌肉厚柔软有弹性。以掌面为中心，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、分支符号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部位，能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、后天成就、父母子女、婚姻情况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。手掌红润表示此人血气足，元气充盈，身体康健。肉主阴，主腹，手掌厚而富弹性，肤光滑柔软，代表此人性情宽厚慈善，福泽深厚，福禄天成。有此手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，一生财运顺利，免于奔波操劳，晚年安逸。发横财是每个人心中所想的事情，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发横财的命。如果你拥有上面所说的10种发横财的手相，那么你就离发财不远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